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这个消息呢，其实对我来说不是感到特别意外，因为我知道肯定会迟早会发生的。是这样，就在刚刚，今天11月17号，多家企业在深圳特区报、深圳智信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收购协议，完成了对荣耀品牌相关业务资产的全面收购。出售后，华为不再拥有新荣耀公司的任何股份。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荣耀跟华为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理论上这样，在华为出售荣耀之后，荣耀的高层还有团队保持稳定，投资新荣耀的经销商还有代理商也承诺，他们未来只享有财务上的投资回报，在业务上与其他经销商代理商享有同等机会。据了解，深圳市智信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与国内的30余家荣耀代理商还有经销商共同投资成立，包括天鹰通信有限公司，还有苏宁易购集团、北京松联科技等等，其他的30余家我就不一一罗列出来了啊。刚才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深圳智信星它的这个企业的信息，我发现这深圳智信星是今年就是1个多月前9月27号成立的，注册资本1亿元。接下来我们看看股权结构，其中深圳国资委全资控股的深圳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持股，大家听好了，98.6%。深圳国资委协同发展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持股剩下的1.4%。据悉，该基金的出资人包括北京松联科技有限公司等30余家荣耀代理商还有经销商。目前对外没有公布这收购价格。从股权结构看，深圳国资委全资控股的深圳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持股98.6%，可以理解为其他30多家合伙企业其实只是一个陪衬。就是说，现在荣耀从华为旗下的一家私企摇身一变变成了国企，隶属于深圳国资委。德国知识认为，这是华为走迂回战术，为自己赢得时间，等今后翅膀硬了，再从政府那里回购。华为今天出售荣耀可以说是壮士断腕，而且我特别确信，华为肯定还会剥离海思半导体。至于为什么，我等一下再说。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华为荣耀没有卖给私人公司。我认为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地的政府不愿意看到落到私人手里，因为这样的话，荣耀的技术可能很容易被别人甚至被外国取得。因为一旦落入私人手里，这个技术可能会被偷偷的剥离出售给竞争对手，也不是不可能。第二个原因就是深圳政府本来就很富裕，大家知道吧，深圳一年它的税收比台湾这个省一年的财政预算还要高，即使政府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还有中央在后面撑着呢。另外，政府跟银行也是互通的，让荣耀获得后续的资金也没有问题。第3个原因，估计荣耀这个品牌还有它的技术，它的价值高昂，我估计肯定要上千亿或是2000亿吧。请问有哪一家私人公司或者是合伙企业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钱？所以像这种特别有价值的高科技企业一般是政府接手，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其实由于现在疫情，西方很多国家有些有价值的企业现在都是政府过来接管。目前理论上来看，华为跟荣耀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但是从人员组成来看，华为出售荣耀是把他的高管还有员工一同出售，打包出售的，这样可以保证荣耀的继续运营。收购方也不会在短期内做什么人员轮换。之前华为还派出了部分高管来进驻荣耀，协助荣耀的运营事宜。听说3年之内可能荣耀会寻求上市。如果我们拿小米的市值来参考，荣耀的市值很可能在2000亿左右。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华为会出售荣耀呢？我们可以肯定是因为美国对华为的断供。因为断供，华为无法委托台积电帮生产高级芯片还有其他部件。因为美国的行政命令是，
华为不能使用任何含有美国技术的东西。所以目前来看，这完全是堵死了华为手机业务的活路。现在出售荣耀，理论上华为跟荣耀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中国方面的考虑一定是这样，荣耀希望以此获得美国的高级芯片还有其他零组件，比如说可以跟高通、联发科、中芯国际等等合作。我还能想象华为甚至可以通过类似的操作剥离海思半导体，出售给另一家新成立的政府控股的企业，也是理论上到时可以委托比如说台积电继续生产麒麟高级芯片。通过这样的迂回技术，华为便可以把全部的手机业务断完，让荣耀活下来，也让海思活下来。另外，华为跟当地政府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协定，咱们作为吃瓜群众也不得而知。我们现在就放飞一下我们的想象，华为背后可能拥有已经剥离出去的荣耀还有海思半导体的股权，它可以与政府协商好啊。华为暂时不再生产像 P 还有 Mate 系列的高端手机，其实荣耀倒是可以换一个名字，继续生产 P 还有 Mate 系列，可以取任何一个其他名字，比如说 Honor H 系列连同高管还有技术人员一起出售荣耀，这样华为就可以让它的技术得以传承。我相信这是华为也是中国有关部门认为最完美的方案。但是我认为这种迂回战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实际上问题的症结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治标不治本，说来说去还是受制于美国，因为美方可以随时使出杀手锏绝杀你。当时美方断供华为的时候，肯定考虑到了华为会通过剥离它的手机业务来围魏救赵。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总统可以通过一纸公文、行政命令，让全世界多少企业俯首称臣。昨天可以封杀华为，明天照样可以封杀荣耀，甚至任何一家中国品牌，因为他掌握着话语权，你不服也没办法。大家一定要清楚，凡是能给美国造成威胁的企业，不管你是华为还是荣耀还是阿狗阿猫这样名字的企业，凡是能给美国造成威胁的企业，他都会打压。所以没有自己100%的技术，靠壮士断腕能否真正解决问题，目前来看还是未知数。最后我还想跟网友们说几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肯定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制造。目前中国被卡脖子的只剩下2样东西了，一个是高级芯片，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飞机发动机。试问一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如此完整的产业链？在你们讽刺挖苦中国的时候，也该问问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那个国家或者你们自己那个地区能生产什么。另外，如果你不是美国人，请不要拿美国的东西出来炫耀，因为那不是你的。我们再想想看，70年前中国有什么工业？我们想想看，70年前中国大陆被某政权洗劫一空，剩下个烂摊子，一年年崩溃，崩溃到今天竟然美国都害怕，崩溃到拥有自己的导航卫星，崩溃到拥有自己的空间站，崩溃到嫦娥登月，崩溃到天问探测火星，崩溃到高铁里程占全世界的2/3，崩溃到在南海种了几个大的岛屿，崩溃到现在有几艘航母，崩溃到现在军舰像下饺子一样，崩溃到现在中国每做一件事情都被解读成对某大国的威胁。不知道中国还要崩溃多少年，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